分子人类学是从 DNA 解码、信息、数学3个层面分析生命的一切过程和状态。这也是和低前生物学的进化论者最大的不同。进化论者一直是从外观和物质层面分析生物体。有了 DNA， 它们也仅限于 3% 的基因部分，而不是从 DNA 编码信息的整体去认识生命的整体。至今还有人对基因信息之外的 97% 的编码信息不屑一顾。我们现在从信息来看突变，突变率能够保持在微小的10亿分之一，才能够保证 DNA 整体的恒定。而能够保持微小的突变率，是因为很多信息的工作所成就的。我们知道 DNA 编码的突变是发生在复制的过程中，而复制是发生在减数分裂和细胞分裂的过程中。复制是因为染色体要复制成双份，染色体是由编码构成的，那么染色体上面的编码也要都复制成2份。我们生命中的染色体每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它有各自不一样的编码数，有的是几千万，有的是1亿多，有的是2亿多的编码。所以在复制的过程中，例如这个如果是1号染色体的话，那么它要复制成2条相同的1号染色体，那么1号染色体上面有2亿多的 DNA 编码，同时都要复制成2份。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呢，就会出现编码的突变。为了保证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能够准确的复制，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 DNA 半保留的复制方法。这样一个方法非常的棒。我们的 DNA 呢，它是染色体是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到，它的编码呢是两相对，而相对呢是很有规律的 ，A 和 T 或者是 T 和 A，G 和 C 或者是 C 和 G， 它不可以配错。所以在复制的时候呢，它是用这样一种方式，就是把这个染色体把它拉开以后呢，左边的必须要重新来一个新的右边的，右边的呢要来一个新的左边的。那在配的时候呢，我们想象我们在平常用的衣服的拉链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一个半保留的复制方式有多么准确。当我们把拉链拉开以后，如果左边的还要换一个右边的拉链能够拉上，右边的一定和之前的旧的右边的完全一样，才能够配上左边的这半边，才能够把拉链拉上。而右边的这半边如果想配一个左边的新的能够拉上，那左边的一定和之前的旧的那个左边的拉链尺完全是一样，才可以配上，才能够拉上来。所以
这样一个半保留复制的方式呢，它就一定要配上去。就像这个，你拉开以后呢，如果这上面一条拉开，换一个新的下面这一条的话，它一定是和之前一样的。它 A 一定这个是 T， 这个 T 呢一定是 A， 它就有点像我们的拉链的齿，一定要相配才能够拉上去。它一定是 A 和 T 相对， C 和 G 相对，它才能够准确的配在一起。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，就非常的准确，或者说准确率就非常高。而这样一个工作呢，它不会是自己会就这样做的，它已经是在 DNA 编码的信息上面已经有了这个信息，才会有这样一个工作在做。这就是半保留复制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工作是信息的工作，不会是自己产生的，随机产生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么我们再看它的第二种方法，就是叫做错配修复，就是半保留复制已经就很准确了，然后呢它还是会有出错，这样准确还是会有出错，因为上亿的编码复制，那么就有一种错配修复的这样一个功能。这样一个功能呢，它可以纠正 DNA 双螺旋上错配的碱基对，就是编码对，如果有错配的，它会来修复，它能够使复制的保真性提高100到1000倍，它有这么厉害。这样一个错配修复的这个功能呢，不会自然发生，它一定也在 DNA 的信息上已经有了这个信息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功能。那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呢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叫做切除修复。这是一种普遍的无差错的修复机制，可以在一系列的 DNA 的损伤中起一个修复的作用。因为我们的 DNA， 人体的 DNA 它会出现一些损伤，那么在损伤的时候呢，它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修复的作用，这就是切除修复的功能。而这样一个功能也一定是在 DNA 的信息上已经携带了这个信息，不会自然发生。因为我们的染色体的复制是一个，要是我们从数字的角度讲，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。因为在染色体的复制当中，成千上万、千万上亿的编码要非常快速的把它复制出来，所以这样的一些出错，它就已经在信息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纠错修复的这样的一些信息，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功能来做。那我们再看第4种，叫做重组修复，对损伤部位先复制，把它先复制出来，再通过 DNA 复制过程中2条 DNA 链的重组交换而完成 DNA 的修复。这样呢，就可以使产生遗传信息的缺损的子代 DNA 分子通过遗传重组加以弥补。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式，是在复制的过程当中
能够更准确，而且可以把损伤的部分把它修复过来。这样的功能一定在信息上面，不是自然发生。第五是易错修复，在 DNA 损伤时，缺乏校正功能的 DNA 聚合酶常在受损部位进行 DNA 的复制，以避免细胞死亡。这是一种会导致较高的差错率的修复方式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修复的功能可以看到，在 DNA 的信息上面有这么多的这么宝贵的修复的功能在信息上，然后使染色体的复制能够达到10亿分之一这么微小的突变率，所以它可以做到极高的保真度。这都是 DNA 信息本身的工作，不是自然发生的，也不是随机产生的。如果你不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信息数学分析来看突变，你就会像进化论告诉你的，它就是会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它不做它就淘汰了，它做它就存在了。这就是进化论的回答。进化论一直都是这样告诉人们的。那么你要是从 DNA 的编码的解码，还有编码信息，还有数学分析，你来看编码，看突变，看它整个 DNA 在人体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奇观的时候呢，就一目了然，就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了。从 DNA 编码的信息看突变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了 DNA 编码信息的传递方式，它是和数码科技的数码信息的传递方式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数码信息的传递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、保真、精准。在这样的前提下呢，还有半保留复制方式，还有这么多的修复功能，使编码突变率保持在微小的10亿分之一。微小的突变率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。所有这一切都是 DNA 信息的工作，不是自然产生的。全世界人的 DNA 编码突变都是在相同的减数分裂和细胞分裂的过程中发生，都是相同的突变率和突变数，这也都是 DNA 信息的工作。如果进化论者没有跨学科的电脑信息的知识，永远无法理解信息与人体与肉体的关系。总之，生命中以上相同的工作都是 DNA 编码本身相同信息去完成的，绝对不可能随机的自然的相同发生。DNA 是信息，它承载信息、复制信息、传递信息、调控信息、指挥信息、执行信息，一切皆信息。对此，电脑学者很容易理解。对于没有电脑知识的低前生物学的进化论者，完全无法理解信息的工作。
有了数码信息稳定的传递方式，有了半保留复制方法，有了奇妙的修复功能，使编码突变率保持微小的10亿分之一，保持了染色体的恒定性。染色体的恒定性表现在长度的恒定、着视力位置的恒定、编码数的恒定、编码序列的恒定、编码信息的恒定。染色体恒定意味着基因组的恒定，而基因组恒定就是物种的恒定。一切生命中 DNA 编码突变和 DNA 整体恒定共存，完全否定了进化论关于突变是进化的动力和基础的谎言。突变和恒定已经置进化论于死地。以进化论为代表的低前生物学，他们从突变中看见了什么呢？由于他们缺乏对编码整体的认知，仅仅局限于3%的基因部分，缺乏 DNA 编码信息与数学分析的基本常识，仅仅局限于物质的层面。他们认为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之一，而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编码信息数学的分析可以看到，突变完全没有带来进化，连微进化都没有发生。甚至有人荒唐地认为，已经进化得很好了，突变只能再带来坏处了。以分子人类学为代表的低后生物学看突变，他们认为必须看生物体100%的 DNA 编码，必须从 DNA 编码、信息、数学3个层面看突变。从这3个层面来看突变，可以看到，因为有突变，才能够进行 DNA 亲子鉴定。因为有突变，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因为有突变，才能够寻找单倍群，不管是大的单倍群还是小的单倍群。因为有突变，才能够追寻人类迁徙路线图。在弊的方面，突变的确会产生病态，但由于数量很小，再加上因为不能生育或者死亡所被淘汰，影响非常的小。10亿分之一微小的突变率，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，没有发生进化。发生突变是 DNA 信息的工作，利远远大于弊。如果没有突变产生的差异，人与人分不清你我，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？从编码、信息、数学看见，对立的突变与恒定完美共存，突变没有带来任何进化，染色体的恒定性是真实可见的。细胞中的 DNA 编码是储存生命遗传信息唯一的载体。研究生命必须研究 DNA 编码信息。进化论者必须从编码、信息和数学3个层面来回答，从哪里看见了突变带来了进化。突变与恒定在生命中完美的结合，这是从编码、信息
和数学分析可以看见的。突变涉及60亿 DNA 编码的整体，不仅仅是3%的基因。进化论者完全不懂编码，他们应该到美国基因银行去好好学习一下，那里全部是编码的资料。突变不是抽象的，是有具体的突变率、突变数。突变还会带来具体的后果，比如说亲子鉴定、寻找单倍群等等。这些具体都是通过数学分析看见的。进化论者在这里不想懂数学，他们不是不懂数学，而是在这里不愿意懂数学。DNA 是信息，信息不是抽象的，是非常具体的，具体表现在生命的全过程中。信息也是动态的，一切活着的生命都有信息全程的参与。DNA 编码信息与数学分析揭穿了突变是进化的动力与基础的谎言。DNA 编码突变与 DNA 整体恒定在生命中完美共存，已经置进化论于死地。分子人类学用 DNA 编码和数学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。